没有裁员的话，现在都要做 keep。我们公司是10%。第一件事情，quit Google。当时 Google 内部的 PM 职位基本上不会去招 internal transfer。非标准答案是啥呢？为啥选择做 PM？对自己有的职业有一些危机感。为什么我不能变成像他们一样的人？不是 manager 可以训练自己 leadership skill 的一个最快的途径。Hello， 我之前有提到我是做产品经理的，我发现很多人给我留言都很好奇，甚至有点羡慕。但是其实我想说，我们 PM 之间经常会吐槽我们的工作，然后一想起吐槽，我觉得一定要拉一个接地气的朋友来聊一聊。这样我就想起了我的朋友明，你要不要给大家打声招呼？对，大家好，我是明，我也是产品经理，然后做了好几年。之前在 startup 也做过，现在去了大厂当 PM， 所以而且我刚刚也说了，我选明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的接地气，而且既然要吐槽，肯定要找这样的人来聊，是不是？对，所以在公司里有时候混不下去嘛，就是这个经常说大实话。哎，明，你也知道我之前不是被裁了吗？虽然以前我们经常聚在一块，周五对吧，吐槽说工作怎么 sucks， 但是我其实现在真的很想找到一份工作，所以还蛮羡慕你的。其实也没啥可羡慕的。这个没被裁的时候也挺烦的。我跟你说，就你知道，像这种大厂没有裁员的话，现在都要做 keep。很多公司不是有一个份额，比如说10%，要这个必须要给一个比较低的 rating。基本上年景好的时候，你也知道，公司都缺人，然后你如果走了，很难招到一个人，招人也很贵。那像你，比如说你没事干，你天天不上班，对吧？天天去休假 ，work from home，work from home，那公司可能就也就忍了。但是现在就是要强制一个份额，我们公司是10%。你们公司都能10%？虽然不能透露你们是什么公司，但我挺 shocked。对，所以就像悬在头上的一把剑。哇。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个 top performer， 就是组里公认的，或者跟大老板的关系都很铁，那应该这个对你是个好消息。但是大多数人，就是那80%的人，应该都是只是，总会觉得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所以呢，像我这种的，我当然就会就比以前会紧张一些。包括怎么个紧张法啊你？比如说开会说话的时候会更小心一些。还有一个观察呢，就是这个不仅仅是 PM， 就 engineer 也是。很多 engineer 大家也知道，就大厂的 engineer 都是这个work-life balance 非常好。之前有同事在印度说去休1个月是吧？他们不都这么操作吗？是吧？不止一个月，就回去说这个签证。哎呀，这个签证还没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来。我待了应该有1个半月到2个月左右，突然间就回来了。然后据同事反映，就是回来之后就是参加所有的会，然后跟所有人说，哎，这个项目我要来写，然后我们来做这个项目。就是之前很多划水的，可能现在都回来会比较这个激进一点。你也不是划水的呀，是不是？主要你不是划水的就还好，还是说不划水的人，就中间那一档的人也不好过呢？除非你是大家公认的，就是 top performer，就是或者说你是就本来是有一个很好的 momentum， 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你可能1年后2年后就要 promote 这种。除了这种人之外，就是这些人毕竟只是套10%、套20%。那剩下的人，大部分人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对，但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跟大家的建议就是，其实想这些事都没有用，就是有些事情你能控制，你不能控制的，你想也没有用。所以呢，就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对我来讲，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还是做以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就说，观察到的组里包括同事的一些变化，还是挺有意思的。我最近也听好几个人说这个事儿。那你现在觉得你还喜欢做 PM 吗？或者说你以前以为你喜欢做 PM 的理由，你觉得它是真的吗？还是只是那种面试的时候骗人的？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大部分
情况下，我还是挺喜欢我之前的我之前做的喜欢做的原因的。然后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当时想做 PM 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也知道呢，就大家有很多就是有很多标准答案嘛，对吧？比如说这个要当产品的 CEO，要做 decision，然后呢要做一个很好的产品去帮助这个10亿的用户。那其实对我来讲呢，我做 PM 当时的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对自己有的职业有一些危机感，因为我之前是做 technical 的，我做 technical 呢，我就觉得，除非自己能够很快当上 manager，否则呢，可能自己比如说35岁、40岁，价值会跌得很快，而且可能之后我们的这种技能呢就会被机器取代。大家现在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了。然后在公司在 tech company 里做 PM 呢，我自己觉得是，就是你不是 manager 可以训练自己 leadership skill 的一个最快的途径。对，因为在 PM 里面你必须要做 leadership， 你不做 leadership 你是没法做好的。对，所以我当时就有点像我找这个机会，我是可以把自己推到那个位置上，然后呢，通过这个职位我锻炼的这个 leadership skill， 比如说这种 communication， 比如说 sales 能力，比如说就这种 managing big projects， 对吧？这些能力我觉得是经验越多我会越值钱的。所以就是从这个原因角度我是没有变的，我还是觉得我做 PM 现在是正在达成我最开始的目标。对，我明白。哎，那你刚刚说到这个是标准答案，非标准的答案，你觉得就是你为啥来这个行业？你就相当于转行，一定程度上哈，那你非标准答案是啥呢？为啥选择做 PM？OK， 就刚才就对刚才是标准答案，但是它是真的答案，也是真心的，对我觉得我是真心的。但是刚才答案呢，可能是就是面试的时候对，跟 hiring manager 说的，对吧？或者跟你对吧？就是我可以聊。其实我当时做 PM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 personal 的原因，就是我最开始是在 Google，就是不是 PM。但我组里的 PM 给我的感觉非常好，就是他可能是我见过，就是尤其到现在其实还是我觉得他是我见过的最强的一个 PM。我听你说过，我感觉你确实非常欣赏人家，是那个人太强了。然后当时我就想说，如果有这么一种人存在，有这么一种职位，为什么我不能变成像他们一样的人？所以这个是我最开始想做 PM 的一个就是一个契机。我懂。然后当时我在 Google 里我寻找过这种内部转 PM 的机会，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当时 Google 内部的 PM 职位基本上不会去招就是 internal transfer， 他们一定会是从去外面招的。然后当时唯一有一个接受 internal，就我们叫 ladder transfer， 就是从非 PM 到 PM 的，是在中国的 Google 中国的一个 PM 职位，他需要说普通话，所以那个 recruiter 应该是实在找不到人了，然后我投了简历，他就让我去。然后呢，我去面试，我当时也完全不懂这就是 PM 到底在做什么，我就去网上好像随便看了几本书，然后这个就去面了，然后最后就是完全就挂了。挂了之后呢，我还去问最后一轮的那个 director， 他面我问他说有没有什么 feedback 你可以给我的。他咋说？认真跟我说，就是他的原话就是 You have no product management experience，这就意思就是一问我第一个问题，他就完全知道我完全干不了这件事情。不是，其实咱们的这个面试是有套路，我不觉得他说你干不了这个事儿，就是你当时还不知道套路，对不对？对，我当时不知道套路，完全不知道套路，我也没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套路就能够就套路有多大的重要性。对，但这些是后来的事情嘛。然后呢，后来我就问这个 director， 我说那我怎么能够成为一个 PM 呢？是在 Google 成为一个 PM， 那他说你可以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quit Google， 然后呢去别的公司当 PM， 然后你再回来。第二个建议呢 quit Google， 然后 start your own company， 然后最后被 Google acquire 进来。所以你没有 no other option but to quit Google， 对吧？这2个都是。对，半年之后我就从公司 quit 了。对，所以就是这个是我的比如 personal story。对，明白。